轩，我们都知道乌俄战场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可怕。结果我先看到这画面的时候，我心想不敢相信。你仔细看，这是我们以前看《西游记》里面的盘丝洞吗？这上面一根，不会长出蜘蛛网了吧？对，各位，你仔细看哈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不是电线杆啊，也不是什么密密麻麻的蜘蛛网，也不是呢什么样的网络，那你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现在在包括乌俄战场哦里面所有沿路，特别是前线城市的海景第一排哦，都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景象。对，上面那个密布的。通通都是光纤，还有更进一步的叫做森林，也全部都是光纤，连森林都是。对，那我跟各位解释了嘛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先前跟各位报告过，跑去俄罗斯玩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 GPS 完全没有办法定位东倒西歪，来，这就是原因。因为现在俄罗斯全境里面，包括它的前线战场，都用大量的 GPS 干扰器、大量的电磁讯号干扰器，对，所以导致说无人机根本没办法用。但是呢，要突破这样的封锁，可以干嘛呢？牵线，也就是赵尔，我现在解答了，这些都是无人机留下来的光纤啊，这些都无人机留下光纤，也就是我今天要发动一台自杀式无人机的时候呢，我是先装光纤在它屁股，然后它就会往前飞。那这些光纤最长呢，有将近快要5公里到20公里，所以它可以飞很远很远，等于说我接线让它一直要往前冲，一直往前跑之后，炸到目标之后，我问你们的光纤有办法回收吗？当然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回收怎么办呢？就原地挂在那边。所以各位，当你看到这些光纤的时候，你要细思极恐，你要感到我们讲鸡皮疙瘩。为什么？是代表是火网，也就是说每一条光纤可能代表一个人命。每一条光纤都代表一次战役啊！这个画面一出来之后，很多人都想到过去曾经有一个画面，那在哪里？在澳洲。我们来做一个对比，这是乌俄战场嘛？那你知道澳洲那时候小镇哦，来你看一下哦，密密麻麻的一片雪白的景象，你就仔细看，白白的丝，有没有？结果我跟你讲哈，这跟蜘蛛网，所以赵尔你刚才讲的一点都没错。对，盘丝洞，这才是真的盘丝洞。对，这是真的盘丝洞。但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像。那当时你知道澳洲这个蜘蛛为什么会这样吗？是因为蜘蛛要迁徙，也就是说呢，那个蜘蛛哈，它呢为了要移动，各位它跟候鸟一样，所以它会吐出大量的丝，这些蜘蛛粘在那个网上哦，呜，风一吹，然后就飞走了。好，我知道很恶心，所以我们赶快切下一页来。但是面对这样，你要想到说，无人机它打击的对象会是谁？它打击的对象，我们讲已经开始超现实。对，来各位，你不讲你还以为是什么 AI 烂片。赵尔，请问它是什么？他在骑马，他骑兵。他是骑兵，对，很像中古世纪的骑兵，对不对？但你看看撞到他身上的1、2、3，撞他身上是什么？是无人机。所以现在乌俄战场已经变成是无人机大战骑兵，听起来有没有像什么好莱坞大烂片？对。但是各位，这是现实的，因为现在俄罗斯哦，他们已经弹尽粮绝，所以呢根本没有任何的装备配备。但是呢，这个是乌克兰92空哦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你骑兵那个是俄罗斯人，骑着马驾。对，这结果无人机多个无人机去锁定他。除了一个人骑马之外，另外一个人他也骑，通通都被杀了。对，而且你看啊，他们那种策马奔腾的英姿，坦白讲，我还觉得还蛮帅的。因为为什么啊？勇敢前进突围，就下一秒就马上变成炮灰。这是俄罗斯，他现在呢用前线的方式，这是俄罗斯第51军团哦，第9摩托车旅。来，各位有没有说哈，他原本是摩托车旅哈，但是因为摩托车已经都没了，所以改用马，然后牵着他手旁边呢扣矮背。然后呢，牵着扣矮背呢，突然间呢，这个无人机干嘛？瞬间呢就加速往他身上冲过去。你看，一个瞬间，他吓到，赶快放开马。然后各位，下一秒已经没有下一秒了哈，他下一秒已经我们讲的去喝孟婆汤了。所以呢，这整个旅在这种状况之下，甚至是有更可怜的是什么呢？他不是骑马哈，因为我们一头马很贵，所以他们干嘛呢？来搏练，但是呢，不是自己的双脚，是骑脚踏车。来脚踏车，铁马。对，骑马完之后骑铁马，对，就像 U-Bike 一样，就骑铁马打仗。但你也想，乌克兰都是这种先进设备啊。那来，我们现在来解释乌克兰的先进设备在哪里。首先，你如果说过去的这种 GPS 干扰战的状况下呢，能够使用的无人机大概只有30%。换言之整个乌俄战场已经打回石器时代，基本上先进的配备都不能用。但是它就是透过这个0.2到0.5毫米的这种光纤哦，成功几率可以拉高到90%。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刚刚是炸人没有错，但是它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呢？装甲车。所以呢，它连室内，坦白讲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。它后面牵着一个光纤屁股尾巴，结果它竟然有办法进到室内之后呢，它有什么？有一根到处都有柱子。结果它在这个柱子里面呢，就这样我们讲冲进去哦，冲进去干嘛？对于我们讲这个，你看这是装甲车，对。然后呢，找到它的落点，换言之，它是可以随时刹停的，它不是全自动化。不是说看到东西就炸，你看到它1台、2台，然后呢锁定目标之后呢，杀进去了，对，才把它攻击下去。
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